是超级地球，这个是迷你海王星，而这个是亚海王星。它们都是指大于地球而又小于海王星的天体。可是它们三个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我们就要牵扯到一个概念：行星的种类命名。行星的种类划分看上去很复杂，其实也一点都不简单。根据质量大小，行星可以从小到大分为迷你地球、亚地球、类地行星、超级地球、类海王星和类木行星。而如果按它们轨道位置、物质组成等再依次细分，一般还可以再分为9种类型。它们分别是类地行星、气态巨行星、冰巨行星、矮行星、超级地球与迷你海王星、热木星、熔岩行星、流浪行星，还有一些特殊混合行星。那么这些名称背后所代表的行星都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探索宇宙之行星篇》的第2期，行星的种类。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最熟知的一种类地行星。我们生活的地球就是一颗类地行星。这类行星的特点是体积相对较小，密度高，主要由硅酸盐岩石和金属组成，拥有坚硬的固体表面。类地行星的结构都大致相同，一个主要是铁的金属中心，外层则被硅酸盐地幔所包围。它们的表面一般都有峡谷、陨石坑、山和火山。在太阳系内的类地行星总共有4颗，它们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水星它距离太阳最近，表面布满陨石坑，昼夜温差极端，几乎没有大气层保护。金星则常被称为地球的孪生星，大小和质量都与地球接近，但厚重的二氧化碳大气让它形成了极端温室效应，表面温度高达465摄氏度，堪称地狱星球。地球，我们的家园，是唯一已知孕育生命的行星，拥有适宜的温度、液态水、保护性的磁场和富含氧气的大气层。最后便是火星。火星如今寒冷干燥，但在远古时期可能拥有河流、湖泊甚至海洋。火星也是未来人类移民的首选之一。类地行星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最有可能孕育或维持生命的行星，其坚实的表面和复杂的地质活动能为生命提供多样的环境。基于 NASA 的开普勒观测数据分析和恒星与行星的比例估算，银河系中的类地行星数量保守估算在3亿至60亿颗。而根据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在2025年的观测修正数据显示，考虑到红矮星系统及更高宜居带的比例，类地行星的保守数量至少有1亿颗，最高可以达到1000亿颗。但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类地行星基数下，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外星人。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那么他们到底在哪？我们还是继续讨论行星吧。气态巨行星。气态巨行星往往体积庞大，主要由氢和氦构成，没有明确的固体表面。它们通常环绕恒星运行在较远的轨道上，因质量巨大而形成厚厚的大气层与强烈的磁场。此类行星可通过恒星亮度变化、引力扰动等方法探测。我们的太阳系也有2颗气态巨行星，那就是木星和土星。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质量超过所有其他行星的总和。表面有著名的大红斑，一个持续了数百年的巨大风暴。木星拥有强大的磁场和90多颗卫星，其中木卫2被认为可能存在地下液态海洋，具备孕育生命的潜力。土星则以壮丽的光环闻名，光环由无数冰块和岩石碎片组成。土星密度极低，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水池，它甚至能漂浮在上面。它的卫星泰坦星土卫6拥有浓厚的大气和甲烷湖泊，被视为潜在的生命候选地。气态巨行星表面条件极端，不适合生命存在，但它们的卫星系统却为科学家们带来了无限遐想。冰巨行星。冰巨行星与气态巨行星相似，但主要由水、氨、甲烷等冰类物质构成，氢氦比例较低。它们的大气中富含甲烷，因此呈现蓝绿色。冰态巨行星的内部结构中有大量冰存在，这种冰是由原始行星盘中的物质冷凝形成的。其内部结构分为3层，最外层是氢和氦主导的大气层，中间层在高压环境下形成超临界流体，高温高压使水、氨等物质以特殊离子态存在，
核心则由岩石和金属构成，可能通过放射性元素衰变释放热量，驱动内部物质运动。这类行星的形成始于原行星盘外围的低温区域。代表行星也就是我们太阳系最外围的2位家人——天王星和海王星。天王星自转轴几乎横躺在轨道平面上，导致极端的季节变化。天王星的大气主要由氢、氦和甲烷组成，内部可能存在钻石雨。海王星以狂暴的天气著称，其风速可达每小时2100公里，是太阳系最快的风。海王星上还有著名的大黑斑，与木星的大红斑类似，是一场巨型风暴。冰巨行星虽然远离太阳，但其复杂的大气和内部结构为我们理解行星形成与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矮行星，矮行星是指那些质量足够大，能靠自身引力形成接近球形，但无法清空轨道上其他天体的星球。矮行星的体积介于行星和小行星之间，矮行星的直径通常小于行星，但大于小行星和彗星。截至2023年 ，IU 所认定的矮行星有5颗，分别是冥王星、系神星、壬神星、鸟神星、谷神星。其中，冥王星曾经是第9大行星，因为其无法通过自身引力清除轨道附近的天体。2006年被重新定义为矮行星。它有稀薄的大气层，表面覆盖着氮冰和甲烷冰。谷神星位于小行星带，是唯一的类地矮行星。科学家在其表面发现了盐沉积，暗示地下可能存在液态水。超级地球与迷你海王星，它们都是指大于地球而小于海王星的行星。它们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质量不同。超级地球的质量大约是1到10个地球质量，而迷你海王星的质量为地球质量的10至23倍。超级地球以金属铁为核心，外层为硅酸盐地幔，可能存在固态表面或深海环境。表面引力显著高于地球，导致地形特征更显著，如深峡谷和高山，并可能影响潜在生物形态。但超级地球并不等于可宜居行星，这些行星只是拥有与地球相似的板块构造，但它们往往重力更强，气压过高，并不适合地球式的生物直接居住。截至2025年，科学家已经确认发现的超级地球超过了500颗，它们往往集中于银河系的恒星宜居带。不过这2类行星在系外行星的观测中极为常见，但在太阳系并无对应代表。但它们可能是岩石或大气或深海世界的混合体，对可宜居性研究尤为关键。热木星，热木星是公转轨道极为接近宿主恒星的气态巨行星，质量与木星相当或更大，轨道周期通常不足10天，表面温度可达上千摄氏度。其中飞马座5.1b是人类发现的第1颗热木星，也是人类发现的第1颗围绕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的系外行星。该行星的表面温度为1000摄氏度，并且处于潮汐锁定状态，但它们的具体成因依然是一个谜题。科学家认为它们应该是在形成后通过迁移机制抵达当前位置。熔岩行星，熔岩行星是指靠近恒星的超短周期岩石行星，其昼面可能由熔岩覆盖，极端温度导致岩石挥发，产生金属蒸汽大气。科学界对岩浆行星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随着开普勒望远镜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观测，已发现多颗此类行星，如巨蟹座551和科洛7b等。岩浆行星被视为早期地球的化石样本，有助于理解地球从熔融状态冷却的历程。流浪行星，流浪行星指在星际间独自漂泊，不绕任何恒星公转的行星。这类行星可能是受到了其他天体的引力扰动，而被抛出了原本的行星系，或是在行星系统形成期间被原行星弹射出来，然后流浪于星系之中。虽然它们在星际中流浪，但不代表它们没有生命，它们可能带有后大气或内部放热。理论上，即便无恒星，也可能维持一定热平衡。上面也可能存在如细菌般的微生物生命。特殊行星一般指环行星、双星行星、潮汐锁定行星等，其中双星行星最为罕见，它是指绕2颗恒星公转的行星，如开普勒16b，绕2颗恒星公转，轨道动力学极其复杂。然而由于宇宙中的行星数量极其庞大，以及观测手段的限制，
目前科学界对于行星种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除了这些已知的最具代表性的行星种类，宇宙还有其他的行星等着我们去研究和发现。